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的 Mac Mini，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。1、2、3，当当！这里有一根编织的黑色电源线。哎，我们把上一代的 Mac Mini 做一个对比，大家就能感受到。 它呢，其实比它高一点，但只高了1厘米。我再把 Apple TV 给大家拿出来，和 Apple TV 相比呢，还是有差距的。我再把 Mac Studio 给大家放在旁边做一个对比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分成4个部分和大家分享，分别是哪儿变了，有多强，怎么配，以及能干嘛。我们先说第一部分。 哪儿变了？首先，体积全面缩小。我把手头常用的几款设备放在旁边，给大家对比一下啊。超小体积给桌面腾出了更大的空间，也给 Mini 之后融入各种场景提供了可能。前代 Mini 其实是2010年设计的，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。一款数码产品，14年外观保持不变，估计也只有苹果能做出来了。新设计的第2个改变。 接口布局改变啊，前边增加了2枚 USB-C 接口，终于不用在背后盲摸操作了啊。机身背后的接口23款是横向并列摆放，会出现U 盘互相打架的情况，而24款平行摆放可以更合理的布局。如果你选择的是 M4 Pro 芯片版本的机器，那么可以实现同时连接3台6K 显示器啊。我自己倒是没有这么强的应用使用场景。今年开始呢，我打算尝试一下2台显示器同时办公，看看对我的工作流是否有 提升，开机键转移到了机身下方。不过 Mac 日常是不需要关机的，它和手机一样，用的时候点亮，不用的时候熄屏啊。这枚按键主要用于断电重启和强制关机，所以使用频率不会很高。第3个改变，扬声器升级了啊！没想到吧 ，Mac 台式机之前的扬声器真的就是听个响级别，哈哈。这一代呢，其实它还是听个响，但是在这个响中，你能够听到低音了。 我日常连接 Mac 呢，都是使用Mac Studio 去播放声音，所以对我来说 ，Mini 扬声器的升级，唯一的价值就是开机的时候，咣的那一声更咣了。第4个改变。 风扇升级了，前代呢是排风口在机身背面，这一代呢则是把进风口和排风口都设计在了机身底部。第5个改变，为了更好的适配 Apple 智能啊，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， 默认内存从8GB 升级到了16GB， 永久的解决了是选择8+512还是16+256这个千古难题啊！谁说 Apple Intelligence 感知不强？这不是新 Mac 一发布，这感知就扑面而来了吗？看完了面子。 接下来我们看看里子，看看 M4 Pro 到底表现如何。这次 M4 系列芯片真的是大提升，相比23款 Mini CPU 单核跑分提升了43%，多核提升了52%，它的 CPU 跑分要比 M3 Max 还要高，就有一种就你叫 M3 Max 啊这种感觉啊。GPU 跑分相比23款 Mini 提升了27%，不过 GPU 和 M3 Max 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啊。M4 Pro 你别往心里去啊，等下一个视频 M4 Max 来给你报仇。日常使用场景导出同一段 4K 10分钟非常复杂的一段视频啊。23款 Mac Mini 耗时8分11秒，而24款 Mac Mini 仅耗时 4分23秒，节省出了接近一半的时间。那对于创作者来说，时间真的就是金钱了。游戏测试：古墓丽影 1080P 高画质，新款 Mini 比前代平均帧率高了38%，4K 最高画质比前代高了45%。大家可能很好奇 ，Mac Studio 在这个环节表现如何啊 ？Studio 还是 Studio 啊 ，GPU 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。另外，我们关注一下散热啊。 23款背后喷射的那种高温气流是固定方向的，而24款大家看到了，则是一个扇形扩散。24款它的温度也要明显低于23款。我把 Mini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，现在这2/3用于进风，所以你摸这个位置其实是很凉的。然后从这1/3的位置向外散发。 所以说这个位置就会比较热。Mini 即使在高负载状态下，风扇的噪音依然非常的小。我给大家听一下，这是在跑分的时候。
而且我这个是贴在机身上录制的声音啊，如果把机身放置在显示器旁边，坐在电脑桌前，你是几乎听不到噪音的。在这个位置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底部进风口长时间使用之后可能会存在积灰的情况啊。Mac Studio 底部就是有积灰的情况出现。Mini 我还没有长时间使用，我估计也差不多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大家就尽量的勤打扫房间，然后戴森吸尘器隔一个的吸灰。视频到这里，我先下一个结论啊，24款的 Mini 是这条产品线过去10年的一次超级更新啊。小机身，合理并丰富的接口，强悍的性能和散热，再加上国内好巧不巧这一次多个城市的政府补贴，3500块的价格，一台 Mac Mini 加上官方的键盘、鼠标之后，甚至都没有苹果官方4个轱辘贵，轱辘心里怎么想？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 ，Mac Mini 的乐趣之一就是精心挑选自己搭配的装备。低成本有低成本的玩法，想省心有想省心的配搭。我去年评测视频里已经配搭过一轮了，在这里就不过多的重复了。显示器最省心的配搭肯定是 Studio Display 5K 分辨率600尼特的亮度，支持空间音频非常出色的6枚扬声器。这6枚扬声器的效果非常棒，但是因为它是在显示器中，所以说常常被忽视。还有录音棚级别的麦克风，然后人物居中的前置摄像头当然了，前置摄像头画质呢，现在看稍微差一点。另外，它的接口可以对外最高96瓦充电，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阻尼转轴。如果你的预算充足，或者你的工作涉及到通过显示器来赚钱，你就选这款，一步到位。这是一款价格很高，但是性价比同样很高的 Mac 显示器。如果你想节省预算，或者说你就是想完成一些日常的办公看电视、刷网页呀，那么第三方显示器更适合入手。目前第三方关注度最高的应该是 LG 和红米。我自己用过红米那款 4K 的显示器，做工稍微差一点，但是日常办公看视频完全够用。鼠标的话呢，首先我不推荐主打人体工程学的鼠标经过我长期使用，我发现使用鼠标的这个手势即使你没有额外的支撑，手掌也可以自然的支撑，所以说把掌心撑起来，这个收益其实并不高。而且这类鼠标反而因为过大的体积和重量，在鼠标需要抬起的时候，需要花费更大的手劲儿才能够完成，长此以往，手腕容易酸呐。所以对于第三方鼠标，我会把扁平轻盈的选手作为优先推荐。首先，小米这款价格不到100块，我用着就感觉非常不错，而且它长得也很好看。按键呢是有那种静音，声音比较小的那种效果。至于争议极大的官方妙控鼠标，依然是我最推荐的 Mac 鼠标实际上扁平造型的鼠标一搜一大把，但是被吐槽最狠的只有妙控鼠标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，这是目前 Mac 上最好用的鼠标，稳定连接、超长续航、丰富手势以及非常好看的设计。缺点呢就是充电的时候它得翻过来，你就用不了了。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认为就更好了。当然，这款鼠标还有一个弱点呢，就是它的价格不低。这个部分 Mac Mini 它的优势就是选择很自由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低的入门门槛。所以在鼠标这个场景呢，如果你有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第三方鼠标，我认为是可以跳过妙控鼠标的。但是我认为妙控鼠标你真的可以试一试，使用真的不习惯，你也可以无理由退掉，说不定你就留下来了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如果一款鼠标真的那么难用，苹果会连续12年都不曾改变它的设计吗？键盘方面依然有丰富的第三方可以选择第三方里，我个人还是最推荐罗技你可以选择罗技的薄膜键盘，也可以选择机械键盘。键盘灯可以点亮这一点，我认为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应该很棒。而且还有针对 Mac 定制的功能按键。不过我自己并不喜欢这款键盘的茶轴我还是更喜欢轻轴多一些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Mac 定制版只有茶轴，在所有键盘当中呢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当然还是妙控键盘。键盘轻盈，续航超长，反馈舒适。新款改成 USB-C 接口之后，对我来说基本没有缺点了。如果你们是一家人爸爸妈妈、孩子同时在使用一台 Mac Mini， 你可以优先选择那种带指纹版本的键盘。当你用完电脑，你的孩子想用，他直接用他的指纹去按这个按钮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样就切换到了他的系统当中，你们两个系统的数据会互不干扰的。如果孩子用完了，你的妻子想用这个电脑直接来按这个指纹，看到了吗？就进入了妻子的那套系统。每个用户把自己的资料再存在自己的一个硬盘当中，用完拔走，你也不用担心你的隐私泄露。买一个256GB 版本的 mini， 然后再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存储情况买一个属于自己的硬盘。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使用场景。存储方面，因为不需要到处走嘛，所以说 mini 它的天然优势就是可以外接移动硬盘。我个人
其实还是很推荐三星的 T 系列，名片大小，颜值极佳，你可以一直连着电脑，也可以给它拔下来出差放进包包。T 系列呢，今年推出了一个速度更快的 T9啊，速度翻倍了。但是入手之后实测发现 T9非常挑接口，在 Mac 上的速度和 T7其实是完全相同的，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多花钱。苹果官方从256GB 你要想加到2TB，你需要多花6000块钱，而三星这个移动硬盘你只需要花1000块钱。当然了，在这个环节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组装硬盘盒子，对不对？个头稍微大一点，但是速度更快啊，可以操作更多的场景。Mac mini 它的乐趣就在于模块组合的千变万化，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配搭，还可以根据针对不同模块进行选择性的升级。那么今天视频的第4部分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随着 Mac mini 它变得如此小巧，功耗变得如此之低，所带来的更多玩法。首先 Mac mini 可以作为家用或者工作室的服务器了。我相信对于大部分普通用户听到服务器这3个字，第一个想法就是抗拒，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距离自己很遥远的功能，然后再上网一搜服务器还得买个 NAS， 更觉得抗拒了。而 Mac mini 现在就可以实现服务器的功能了。我在这里教大家设置一下啊，大家一定要跟住啊，不要一步没跟上，步步跟不上。我们首先打开设置，然后选择通用，然后再选择共享，然后再把文件共享打开，完成了。是不是完全不用恐惧？当你把这个选项打开之后，你们只需要在同一个 WiFi 下，那么其他电脑、访达网络中就会出现一个文件夹选项。这个文件夹就是 Mac mini 中我刚才选择分享的文件夹。存储在 Mac mini 上的电影，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直接播放。这个资料库就是运行在我的 Mac mini 当中。比如说我们点击图片，比如说我现在随便点开一个视频，大家看。这个视频也是存储在我的 Mac mini 上的，你也可以把文件拷贝到你的电脑当中啊，只要管理员设置好你的权限，你也可以把你电脑中的文件无线传输给 Mac mini。不只是你啊，只要是在同一个 WiFi 下，爸妈、伴侣、孩子都可以访问这个资料库，你们家的照片啊、视频啊、音乐呀、书籍呀、工作用的文件啊，都可以存储进去。这个时候，你再给 mini 外接一个硬盘，就获得了一个海量的资料库。除了共享文件，你还可以共享屏幕。如果我打开屏幕共享，这个时候理论上你的 Mac mini 就不再需要一块显示器了。我把这个显示器给它断开连接，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，我的屏幕这个位置就出现了一个共享屏幕。我点击共享屏幕，大家看，现在我的屏幕中就出现了另一个屏幕，里边这个屏幕呢就是 Mac mini 的屏幕。不只是 Mac 可以访问你的 Mac mini 资料库啊，你的 iPhone、iPad 也都可以，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文件这个应用，这时候在右上角添加服务器，然后输入分享文件夹的 IP 地址，你就可以在手机上访问 Mac mini 的资料库了。好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现在我手机上也出现了资料库，我们选择资料库视频，然后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37GB 的泰坦尼克号，我们点击选择播放。现在我就是使用 iPhone。从我的 Mac mini 上所存储的泰坦尼克号来进行播放，这是一个 HDR 高清的一个视频。我们现在稍微拖拽一下，看一下它的速度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们家只要下载一个电影在这个 Mac mini 上，那么你们家所有人的所有设备都可以通过这个 Mac mini 来进行播放视频。而正是因为 Mac mini 它极低的功耗，它可以全天在线，永不关机。同时，又因为它极小的体积，你可以随意摆放，哪怕不连接显示器。因为你想操作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你的电脑屏幕上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来控制它的屏幕嘛。而且在这里注意，你的 Mac mini 在作为服务器的同时，并不影响它去做其他的正常工作，也就是说它依然可以摆放在你的书桌上，作为一台性能非常强劲的电脑。除了服务器，它还可以作为软路由，你可以把它通过以太网口去连接到你们家的路由器上。因为 Mac mini 极低的功耗，所以哪怕是全天开启也毫无压力。除了服务器和软路由啊，因为这一次 Mac mini 它的体积实在是非常小，所以理论上它可以作为你们家的一个电视盒子，你可以把它通过 HDMI 的线和电视进行相连。我不得不说啊，我们家的这个索尼 A95L 运行 macOS 这个画面效果还是非常震撼。在这个界面下，你可以选择任意视频播放，你可以让声音通过电视扬声器播放，也可以让声音通过 HomePod 播放。我实际测试了一下，通过 Infuse
这个软件去播放视频，并通过 HomePod 去播放声音，是几乎没有延迟的，这个体验还相当不错。用 Mac Mini 看在线视频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你不需要去买那个 SVIP， 也可以直接在电视上去看国内视频平台了，你还能播放弹幕。不过用 Mac Mini 看电视也有不少不足啊，比如说不能激活杜比世界格式，电脑鼠标的这种操作界面并不适合电视这种远距离控制。总体来说，看电视的话 ，Apple TV 还是一个更优解啊，只是 Apple TV 现在看不了爱优腾、芒果和咪咕，我平时看这几个看的还是挺多的。那么既然连接了电视 ，Mac 上的游戏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电视上玩了。目前 Mac 上的3A 大作呢，有一些但不多啊。这个水的画面就是有光追的效果，这个是M4 芯片啊，其实 M3 芯片就有，但是之前 Mac Mini 是不支持的。这是这一代的 Mac Mini 新增加的对于光线追踪的支持，比如说有生化危机系列、死亡搁浅、古墓丽影系列，明年年初刺客信条影和赛博朋克2077也会登陆到 Mac。不过这些游戏相比于其他平台，它的价格都比较贵。另外呢 ，Mac 上还有一批 Apple Arcade 的游戏，偏趣味型的小游戏这种多一些。我觉得 Mac Mini 它的形态其实是一款完美的游戏主机，但是现在在 macOS 这个平台显然还没有成为一个正循环的游戏平台。游戏不够多，就导致玩家不够多，玩家不够多呢，就导致开发者赚的钱不够多，开发者赚的钱不够多呢，就导致游戏不够多。所以目前这些大作啊，主要都是需要靠苹果动用一些超能力啊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点，但是从现在来看，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今天视频的最后，我有3个感想想跟大家分享啊。第一，今年的 Mac Mini 超出预期的有趣啊，可能会成为很多用户第一次接触 macOS 的一个踏板。第二，Mac Mini 是一台特别适合折腾的数码产品，配搭一套自己喜欢的设备，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种快乐。第三，在变得更小和性能更强的同时，我认为 Mac Mini 正在展现出一些进化的特质。大家还记得，在 Apple Watch 初代发布之前，2011年的时候，苹果曾经推出了一款带表盘的电子设备。没错，就是第6代的 Apple Nano。那款产品如此之小，以至于它放在手腕上都毫无违和。苹果官方真的就给那款产品推出了好几个特别有趣的表盘，而这个手腕上的灵感也直接催生出了几年之后的 Apple Watch。而今天的 Mac Mini 似乎也是一个灵感盒子，如此小巧却如此强悍，小到已经摆脱了桌面空间的束缚，单枪匹马的开辟了一个个更有趣的使用场景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这期视频能给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